周小云，从今天起，你这个岗位取消，做完交接就赶紧离开公司。他们都叫我清单经理，说我坐在前台旁记小本子，谁有事喊一声，我就能帮忙顺过去。新老板觉得我像个混在岗位里的闲人，可没人知道这些小事攒起来就是公司不出乱子的底。流程体验岗边界不清，产出也无法量化，公司不养你这种说不清价值的人，赶紧给我滚蛋！沈总，交接可以，但这些本子最好有人认真看完。公司要的是正式流程，不是靠你个人感觉就场。小云其实平时帮了挺多忙，具体帮了什么？能写进部门职责吗？有些提醒也就是顺手说一句，不能都算成岗位价值吧。何主管，上周你说客户最怕现场改说法，我记了。昨天你又说那件事已经过去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更说明问题，该由部门负责的事，不能长期靠一个所谓的经理姐兜底。可以，那我今天把能交的都交清楚。经理姐，你真走啊？以后别这么叫了，我马上就走了。小云，下午那个客户，你之前是不是记过他不喜欢什么？春燕，交接包里有，你按目录找，别再私下问我了。你现在就跟我们分这么清？不是分清，是不能一直不清。沈总，客户已经到了，现场出事了。小云，客户说我们跟上次讲的不一样，现在不肯继续听了。市场这边沟通没对齐，别什么都往我们这边推。经理姐，你看一眼吧。他已经被通知离职了，你们自己的客户自己处理。我可以提醒，但我不替任何人背责任。我们不是第一次沟通，每次来都像重新开始，这让人很没底。别解释太多，先承认刚才说乱了，再按上次确认的顺序重新讲。我说，你说，客户是你接的。不好意思，刚才是我们内部说法没统一，让您误会了。我们按上次确认的顺序重新讲，不临时加内容。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。明白。今天每一句对外说明都会由对应负责人确认。这就是问题。关键提醒，为什么只在你一个人的本子里？我说过很多次，也写进过清单，只是大家觉得我想太多。你要是真觉得重要，为什么不说重一点？我每次说重一点，你们就说我给人添堵。今天你先别走。沈总，我的岗位已经取消了，所以下午会上把你这3年的产出证明拿出来，让所有人都听清楚你到底做了什么。好，那就一次说清楚。你说这些是产出，那今天就说清楚，哪些事儿是你做的，哪些事儿本该由部门做。我不抢谁的功劳，我只说我接住过哪些没人接的话。春燕，老客户每次来前，你都会问我他最在意什么。我提醒过你3次，别临场换说法。我确实问过。何主管，你每次说小事，我都会记下来，不是为了追责，是怕真出事时没人认。可这不能证明你这个岗位必须存在。那我问一句，周小云离开后，她手上这些提醒，谁能接？你看，这就是我这3年做的事。让他们沉默也算产出？不是，让他们没出事儿才算。沈总，小云不是坐着没事，很多话是我们不敢说，才先去问他。岗位取消不变，但交接要完整。你下午把所有记录整理出来。可以，只是交接之后，我不会再私下替任何人补漏洞。小云，你不能说走就真的不管我们吧？春燕，我管了3年，你们也该学着接住自己的事儿了。完了，老客户要我10分钟内回确认。小云，我不是不想自己处理，可这个客户一直是你帮我记着的，他什么话能听，什么话不能听，我真怕说错。你怕说错，就先别急着回，
把你确定的写出来，不确定的也写出来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写这些？以前我替你写，所以你觉得这一步不重要。现在你自己写，才知道哪些事儿你真的没接住。你是不是觉得我们都挺没良心的？平时喊你经理姐，真出事儿又没人敢替你说话。我不是怪你们没良心，我是累了。我先写确定的，你只帮我看一眼顺序，行吗？你念，我听。原来你那时候就提醒过我。今天不聊情分，每个人说清楚自己手里还有哪些没接住的问题。那我先写第一条，客户沟通前谁最后确认说法？以后我确认。第二条，现场如果有人临时改说法，谁喊停？这种事儿不一定是我这边。何主管，今天不是让你解释，是让你接住。我接，涉及我这边的，我喊停。那下次客户临时问到旧问题，我先把记录翻出来，不直接回。我负责会前把参会名单对一遍，别再临时找人。这就是我要交接的东西，不是本子，是你们各自该接住的那一块。沈总，客户那边又来电话了，说要直接找负责这件事的人。客户要找负责的人，白板上已经写了负责的人。可这事儿以前一直是你。以前是我替你们挡，现在不是了。李春燕，你接。何志强，你在旁边补充。沈总，我这边还没完全确认。那就先说正在确认，别说没有问题。客户要的不是好听话，是有人站出来。您好，我是李春燕。对，刚才那部分由我确认。我不会乱答应您，30分钟内给您明确回复。我要的是准话，不是在拖。我这边负责的数据会同步给他，责任在我，不会让他一个人打。行，30分钟，再含糊，我直接取消合作。交接资料先收起来，等我安排人统一接。现在分给对应的人最稳，我会安排。小袁，别叫我回去不动，你们刚才已经接住一次了。被开除的第一天，有人叫我锦鲤，有人叫我麻烦，我以为今天已经够荒唐了。周小云，我是青州制造的唐建平。如果你要问新来的客户，我不能说。我不问新来的事儿，我想见你。见我，还是见那个传来传去的清单经理？我听过这个外号，但我更想见那个刚被开除，还能让一屋子人自己接电话的人。小云，客户暂时稳住了，你真的不回来了吗？唐总，你找我，不怕新兰不高兴？我怕的是没人敢说真话。你要是愿意来青州做10分钟，不愿意就当我没打过。我现在很狼狈。人狼狈的时候，最看得清谁是真想请你。他们说我是锦鲤，可锦鲤离开鱼缸，才知道自己会不会游。师傅，麻烦去青州制造。周小云，先进来。这就是星兰那个锦鲤，他们不要的人，我们捡回来图个吉利。先说清楚，你不能带星兰的资料，也不能拿旧公司的事儿来换位置。我没带资料，也不靠卖旧公司换工作。那你靠什么？靠大家相信你有好运？靠你们现在谁都不相信谁。让他听10分钟。你们刚才怎么吵？现在继续。
你写什么呢？来参观我们吵架？怕丢单，怕背锅，怕得罪人。你们吵的不是方案，是谁先倒霉。所以呢，看出来不难，难的是怎么让他们开口。漂亮话谁都会说，你能让大家愿意说真话吗？可以，但第一步，别再叫我经理。这个词听着热闹，其实最方便你们把责任推给运气。那你想怎么开始？明天例会，给我10分钟。我不解决项目，我先解决没人敢承认问题这件事儿。明天早上9点，你来主持。10分钟到了，既然你这么会看问题，那这些你都接一下。我不接。不接？唐总请你来，不就是让你救场？救场和背锅不是一回事。那你这10分钟准备做什么？每个人说一句现在最怕发生什么。不能说大话，不能说别人，只说自己。这有什么用？有用。你们现在吵得很凶，但都在说漂亮话。漂亮话听起来安全，事情却解决不了。你这套在星兰管用，不代表在青州也管用。所以我先说清楚，我不是来替谁拍板，也不会替谁兜底。谁的问题谁说，谁的决定谁认。我只负责把没人敢说的话摆到桌面上。周凯，你先说。我怕的就是来个外人，把我们每个人都审一遍，最后出了事儿还说是我们自己承认的。这就是真话。你怕被利用，如果大家都这么说，场面会很难看。难看总比假装没事强。那你准备怎么让他们愿意说？谁知道之前客户回访表放哪儿了？小云姐以前是不是有个目录？她人走了，东西总该留下吧？看来旧东家离不开你啊！你现在回几句，是不是还能证明自己很重要？我先在青州的会议里。你可以先处理。不用，该交接的我昨天已经交接了。他们说过我太爱管，也说过我一走就乱。别人怎么说，我管不了，边界我得自己守。按交接目录查，对应事项找对应负责人。目录谁拿着？柜子锁了，钥匙在沈总那儿吧？这事到底谁负责？你们刚才问怎么让人愿意说，答案不是哄他们，也不是替他们说，是先让每个人知道，说真话不会立刻被扔出去背锅。可很多人不信，所以要有人先做一次。小云，目录我听不懂。我们继续。我问的是结果，不是让你告诉我看不懂。目录上写的是事项，可客户问得很细，我不知道该先回哪一条。这个原来不归我直接对接。昨天电话里你不是说责任在你？以前这些都是小袁帮我记的，他会提前提醒我，客户哪句话不能乱接，哪句话要先稳住。所以他走了，你就不会做了。沈总，客户那边又催了。李春烟，你现在就回，不会回就照目录找负责人。可负责人也不认啊。那你昨天为什么不说？我说了，你们都觉得我是在推。你现在哭也没用。他明明知道我接不下，他多回我一句会怎么样？小云，我不是想让你回来替我做，可我真的不知道从哪一步开始，事情就变成这样了。既然你这么会协调，那这些都给你。谁不回话你催谁，谁情绪不好你哄谁，谁没做完你替谁补。我不接这些。第一个会你就不接事儿，那你来干什么？我来是让你们把事儿说清楚，不是把所有事塞到我手里。每个人只说一句，现在这个项目里，你最怕什么？我怕客户突然改口。我怕说了实话，最后变成我能力不行。我怕大家表面答应，回头各做各的。这不就是诉苦会？不是，诉苦是让别人可怜你，说风险是让别人知道你接不下哪里。救公司还等你救呢，你不去当你的锦鲤？我会回他，
但不是现在，也不是替他答。一个人要学会接住自己的事儿，从有人不替他开始。那我们按这个重排优先级，先别排，先问一句，谁愿意把自己最怕的那件事往前放？这也不算本事吧？我们今天不听安抚，只听谁负责。当然，星兰会给您明确答复。这不是我们部门的问题，明明是你们那边先出的错，上头就发过邮件提醒了。你们内部到底有没有一个能说准话的人？按目录来。目录上有事项，可没有写这种场面先让谁说。我只负责我那块儿，别让我先答。如果你们只是互相等，那今天就到这里。请再给我们10分钟。沈总，东西都在，可大家不知道先看哪一本。以前小云会先把人拦住。别再提他。听说客户临时到了，我在处理。小云呢？如果青州想赢星兰，你最清楚他们乱在哪里。唐总想问什么？不用资料，也不用客户名单，只说判断。星兰现在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是什么？我可以告诉你，青州怎么避免同样的问题，但我不能拿星兰的弱点给青州铺路。他们刚开除你，所以我更不能这么做。被不公平对待，不等于我也可以变得不体面。你知道吗？你这样说，青州可能会少很多捷径。靠别人的漏洞走捷径，早晚也会被自己的漏洞绊倒。我问这个不是要你出卖星兰，我只是想确认你的边界是不是说给别人听的。边界不是说给别人听的，是自己难受的时候也得守住。周凯，我就是想看看唐总是不是又被漂亮话打动了。旧公司不要你，你还替他们守秘密，行，挺高尚。就是不知道真进了青州，你会不会也只会站在道德上说话？小云，我不是想让你回来替我做，可我真的不知道从哪一步开始，事情就变成这样了。你就帮我看一眼，告诉我该先回哪句，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。春燕，我不能替你回。我知道你不能替我回，可你告诉我一句方向也不行吗？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以前那样对你没好处。你现在先把内容分成2栏，确定的写确定，不确定的写不确定，然后告诉客户哪些今天给答复，哪些需要负责人确认。你明明能直接告诉我答案，为什么非要绕这么大一圈？因为答案不是我的。你走了，倒霉的是我们，可你一点都不急，好像你终于甩掉我们了。我不可能一辈子替你们兜底。又来了，我们现在是开会还是填表？是啊，客户下午就要回话，先把事儿做了吧。如果连谁能确认谁不能确认都没说清，回得越快，后面越乱。你把简单事想复杂了，我们以前也不是没做过项目。那你们按原来的方式推进，我在外面等。这个谁答应的？我这边没确认。
了，你刚才不是点头了吗？点头是说方向可以，不是说我负责，不是我不认啊。你别误会，我不是认同你，我只是觉得这张纸可能还有点用。那你自己拿进去问。我现在进去，他们会以为问题又是我来管；你进去，他们才知道这是你们自己的会。第一句问什么？问谁刚才点头了？点头代表什么？刚才谁点了头？先说清楚。爸，公司不可能靠一个人转，他只是行政岗。大家以前把他叫锦鲤，是因为他会讨巧。讨巧的人不会把每次客户改口、每次部门推诿、每次有人临时请假都记下来。记这些有什么用？现在大家还是乱。乱，是因为以前有人替你们把这些乱挡在外面，你们看不见，就以为没有。就算它有用，也不能让公司依赖一个吉祥物。佳怡，别再用吉祥物这个词，你这么叫他，下面的人就会真以为他只是运气好。我只问你一句，他在的时候，为什么没人说目录看不懂？他走了，为什么所有人都不知道自己该负责什么？我以为把它开了，大家就会自己动起来。人不会因为少了一个替他们兜底的人，就突然长出责任心。责任要被看到，也要被要求。李春燕怕当众被问，何志强怕留下承诺，客户怕没人认账。他们以前都这么叫你？方便的时候叫经理，不方便的时候叫多管闲事。那你还留着这些，不嫌堵心？堵心也是真的，不能因为后来难看，就把以前有人需要过我也删掉。临时权限先开了，岗位名称我让人按实际写的，你看看。这个岗位青丘原来有吗？没有，现在有了。唐总，这是不是太快了？他还没证明到这个程度。所以是试用，岗位不是奖励，是责任。你可以不接，我接，但先说清楚，我不是青州的吉祥物。那就别让他们这么叫。唐总，客户那边临时改时间，10分钟后就要开会。又是星兰，如果是急事，你可以先听。青州现在也是急事。小云，你能不能回来一趟？客户又问到你以前提醒过的事儿，沈总也在找你。我今天回不去，就一会儿。你以前不会这样看着我们乱，我以前也不该一直替你们乱。你真的变了。对，我在学着不把别人的工作当成我的命。边界不是冷漠，你可以拒绝，也可以告诉他该找谁。会后我回他一句，现在先开会。先别急着答应，每个人只说一句，自己现在能确认什么，不能确认什么。我能确认时间不够，不能确认全部都按原计划交。周潇莹，能不能回来说明一次交接？只说明不让你替我们做决定。这件事你自己决定，但青州的会10分钟后开始。先把眼前这场会开完。今天临时会议能稳住，多亏周小云及时梳理风险，后续按他提出的方式推进。所以今天开口承认时间不够的人是我，得罪客户的人也是我，最后功劳都算他的。周凯，唐总不是那个意思。那是什么意思？我以前不说是我不配合，现在我说了，又变成他教的好。你说的对。补充一下，今天主动说明风险的是周凯，及时补充边界的是冯丽，愿意承认不能确认的是项目组所有人。我的作用只是把这些话放到同一张桌上。
你不用这样，我也不是要你让功。这不是让功，被看见不是抢功劳，是别再让责任消失。以后复盘署名按事实写，不按职位写。你真要回星兰，他们一乱就找你，你一回去不就是承认你还归他们管？我没答应回去救场。可你只要出现，他们就会把锅往你身上放。周凯，你先出去。唐总，我是怕他把青州也拖进去，所以话要在这里说清。你可以去，也可以不去，但有3件事儿，你要自己守住：不能带青州的信息，不能替星兰承诺，不能因为心软把自己重新放回旧位置。我怕我一回去，就又变成那个谁都能叫住的人。那就先告诉他们，你不是回去被叫住的。我可以回去说明交接，但只说明不替你们做决定，也不替任何人承担未完成的责任。你最好记住你刚才那句话。我是说，别又一个人扛完了，还回来装没事儿。这次不会。周小姐，我只问一句，既然你早提醒过风险，为什么事情还是变成这样？对，问题就在这儿。他交接的时候只给了目录，没把每一步都说清楚，我们后面才会接不上。何主管，我说的是事实，他最熟，走之前多交代2句不就好了？我离开前交接过3样东西：事项目录、风险提醒、负责人对应表，每一项后面都有接收人签字。签字不代表完全理解。对，所以我今天回来，不是证明你们都理解了，是说明我交到哪里为止。也就是说，周小姐已经提醒过，但星兰内部没有接住。沈总，这也不能全怪内部，他当时在岗，很多事确实是他实际处理。何志强，我实际处理过，不代表责任就是我的。你昨天说我只负责我那块，这句话也可以用在我身上。那现在谁能代表星兰说清楚后面怎么补？这次衔接问题是星兰内部没有接住，不是周小云交接不清。沈总，这话要是记下来，客户会觉得我们管理有问题。现在不记，问题就不存在了吗？承认问题只是第一步，我需要知道你们怎么补。我们会尽快。对，不要说尽快。今天下午5点前，我们把能确认的部分发给您，不能确认的部分会写清负责人和确认时间。以后每次回复都由对应负责人签字，不再让一个人代替所有人说话。如果负责人不配合呢？那就是我的管理问题，我来处理。我可以给星兰一次机会，但后续这个项目不只牵涉你们一家，青州那边也要配合。我要的是两边一起把事情做稳，不是各说各的。小云，这件事儿你能不能帮我们和青州沟通？我可以把话带到，但还是那句话，我不替任何一边做决定。小云，聊2句。今天谢谢你。我只是说明交接。我知道，可星兰现在确实需要你，职位可以重新谈，薪资也可以重新谈。你回来不会再是以前那个位置。小云，你回来吧，你在，大家至少不慌。我回来不是为了让大家不慌。那你想要什么？你可以提。我不怕辛苦，也不怕事情多，我怕的是回去以后又变成哪里有缺口就把我塞到哪里。今天是客户，明天是部门，后天是谁情绪崩了，最后所有人都说反正周小晴会接住。那你说条件？第一，职责清楚，我只做项目风险协调，不做所有人的提升。第二，团队配齐，不能一个人顶一整个流程。第三，每个人自己负责，谁确认谁签字，谁面对结果。这不是很难吗？所以以前难的不是我脾气好，是我把难的都吃下去了。加薪容易，
改这些很难。那就说明问题不在我回不回来。这个时候谁先答应，谁就有话语权。我们不能让星兰抢先。你答应的轻松，后面做不到谁来收？你每次都说做不到，那客户还谈不谈？小云，你来的正好。别让他替我们决定。我不决定，我只问一个问题。现在没时间做心理疏导。不是疏导，你们每个人说一句，这次最怕失去什么？我怕失去客户，我怕答应以后做不到，最后项目组被骂。我怕两家公司互相防着，客户看出来就不信任我们。所以你们争的不是要不要答应客户，你们怕的是，一旦承诺出去，后面没人一起扛。客户丢了也是我背，做不出来是我背，沟通乱了是我背。我们不是怕客户，是怕承诺之后没人兜底。那就别急着找一个人兜底，先把谁能承担哪一段说清楚。我不管你们内部怎么分，今天必须给我一个好听点的说法，让我能向上交代。你不是最会稳场面吗？先把话说漂亮点，别让客户挂电话。要不先说能配合，后面再细化。这就是以前星兰最常掉进去的坑。可你总不能把生意往外推吧？说清边界不是往外推，把做不到的说成能做，才是在把生意往坑里推。哼，所以你们现在是做不到。我们能做一部分，也有一部分不能今天承诺。能做的，我们马上写清时间和负责人；不能今天承诺的，我们会说明原因和确认节点。您如果要一句好听话，我现在给不了；您如果要一句不让后面翻车的话，我们可以继续谈。你这话不算好听，但这是实话。让唐品评说。周小英刚才的话，就是青州的态度。这次我们不靠好听话过关。我今天不想听你们解释，我要一个承诺，时间、结果、责任，马上给。我们可以先保证核心部分。你干什么？现在不说，对方更不信。你现在说的每一个字，后面都要有人接。怎么，不敢承诺？不是不敢，是要把选择说清楚。你说，如果现在要快，就不能要求全；要全，就要给足时间；要长期合作，就不能互相骗。这3句话谁都会说。我要的是方案。方案可以写得很厚，但核心就是取舍。您如果今天要我们给全部承诺，我们只能给好听话；您如果接受分段确认，我们可以给能落地的话。青州的态度一样，能负责的我们写清楚，不能负责的不会装成能负责。好，我接受一半，先把能确认的部分推进。但这件事不是青州一家能完成，星兰那边也得做下来。你们别各说各的，我要看到两家公司一起协作。周小姐，既然你最清楚两边的问题，这张桌子你来签。这个要等沈总拍板吧？客户那边如果改口，我们这边也不好先定。那要不要问小云怎么拍？不问他。不是怪你，是这次我们先自己说清楚。沈总，这样是不是太慢？直接分派就行。以前我直接分派，你们嘴上答应，背后都等周小玲补。现在每个人自己说。我负责客户记录和回传，我怕被临时追认答不上来，我需要何主管提前告诉我哪些不能承诺。你这是把压力给我？不是给你，是本来就该问你。何志强，到你。我负责确认技术边界，我怕客户觉得我们推脱，我需要销售别先把话说满。不
不许再把问题交给一个人。明天和青州开会，这句话先给我们自己看。他们别又把烂摊子丢过来。青州也别装得多干净。客户要求两边合作，今天先把分工说清。分工可以，但别最后又变成我们星兰被青州挑毛病。我们还怕被你们拖后腿呢。今天先立一个规矩，只谈怎么把事儿做好，不谈谁输谁赢。谁想证明自己没错，可以出去再证明。客户不会因为哪边吵赢了，就给我们多一天时间。青州这边先说能确认的部分。星兰这边也列了负责人。你现在话说的这么公道，那我问一句，周小伟，你现在到底站哪边？你拿着青州的工牌，又最熟星辰，你现在到底替谁说话？我不站青州，也不站星兰。那你凭什么坐在这里协调？因为我站在事情能被做成的一边。谁说真话，我站谁；谁愿意负责，我站谁。谁想把问题推出去，不管他是星兰还是青州，我都不会替他说话。青州接受这个规矩，星兰也接受。那先从能确认的部分开始。星兰这边对应负责人已经写了，我可以先读。我提醒一下，我最终结果3天后我要看到，不要告诉我你们还在互相磨合。那就从现在开始，3天不够我们互相证明谁对，只够我们把事情做出来。这一项需要星兰先确认边界，不然青州后面无法接。你现在有人撑腰了，说话当然硬。以前在星兰你怎么不这么硬？现在换了工牌就回来教我们做事？何志强，注意你的语气。我以前说过，我说过这个客户不能乱答应，说过你那边确认不完就不要让李春潭先回，说过会议上不能只报好消息。只是那时候你们觉得我多事，我不是现在才敢说话，我以前也说话，只是没人听。他真的说过，以前我也嫌他烦，他提醒我，我还觉得他怕我出错影响他。可后来每次出事，都是他先帮我挡。那这一项，还是请你先确认边界。我确认。这块两边都卡着，要不还是让锦鲤姐定吧，她定了，大家都省事儿。别什么都推给她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就是觉得他熟，熟也不代表他替你负责。你自己的部分你自己说，青州这边也是。以前我也觉得他麻烦，后来才明白，我们嫌麻烦是因为他让每个人都得把话说清楚。那就按规矩来，谁卡住，谁先说卡在哪里。我这边不是不能定，是怕定了以后对方不认。我这边不是不配合，是怕客户追问时没人一起解释。你别看我，我只是怕他们又偷懒。知道了。锦鲤姐，喝点水。可以叫。但先说清楚，可以叫我锦鲤姐，不能把责任也叫到我一个人身上。以前大家也没恶意，就是觉得你靠谱。我知道很多时候没恶意，可没恶意也会让一个人被推到前面。我以前叫你经理姐，其实是想让你帮我挡一下。星兰以前就是这样做的，我们把她叫得很亲近，却把本该自己承担的事儿都往她那里放。
叫他锦鲤，听起来像夸，其实是省事儿。我不讨厌这个称呼，只是以后如果叫我锦鲤姐，就记得我不是来替谁转运的，我是来让问题被看见的。我记住了。这几天够折腾了，要不办个小表彰，总得庆祝一下吧？对啊，别老开会了，大家都不容易。庆祝可以，但先复盘。事情好不容易稳住，现在又翻这些，有必要吗？是啊，再说下去气氛又僵了。今天大家确实累了，所以复盘不用长，每个人只说一件自己差点藏起来的问题。我先说，我差点把沟通不顺归给星来，其实我自己也怕麻烦，没主动确认。我差点为了稳客户，把没确认的也说成能做。我差点又等小英帮我整理。非得当众说吗？可以不说，但不说出来，下次还是会躲在同一个地方。我先说自己的错，我差点又把大家都很辛苦当成结果。其实真正的问题是，我以前只看见谁没完成，没看见为什么没人敢说没完成。现在可以庆祝了，因为这一次我们没有假装问题没发生。小林，我想认真跟你道个歉。当初开除你，我只看见岗位表上写着行政协调，我觉得那些事儿谁都能做，甚至觉得你把简单事儿弄复杂了。我没看见你替所有人兜住的情绪，也没看见你堵住的漏洞，更没看见你被叫成经理的时候，其实已经很累了。对不起，我接受道歉，但我不能说没关系。最难受的不是被开除，是你们明明需要我，却都不愿意承认我做的事有价值。夸我的时候说我运气好，出问题的时候说我多管闲事，那种感觉比离职难受。我以前真的没想过这些，所以现在想也不晚，但不能靠一句对不起就过去。那我还能从头学吗？能，但这次别让我替你学。今天不讲流程术语，每个人写一句话就行。这不就是让大家自曝短处？短处不说也不会消失，只是会等客户发现。能不署名吗？可以，先不署名，只写真话。我怕答应的太早，最后做不到，还说是我拖。我怕被当众问住，所以总想等别人先说。我怕沟通太细，别人觉得我不信任他。我怕说了不确定，就被认为没能力。我怕承诺写下来，后面没人一起认。原来你也怕这个。看见了吗？很多时候不是谁故意拖后腿，是每个人都怕自己一个人掉下去。小云，你最后帮我们确认一下吧，你确认过，我们心里踏实。对，这份也麻烦你看一眼，客户那边要是问起来，我们就说你把过关了。我不做唯一确认人。不是让你背锅，就是大家信你。只信一个人，最后就是只让一个人负责。青州这边按负责人确认，不把他当最后一道门。星兰一样，谁负责谁签字。周小莹可以提醒风险，但不能替你们认结果。每个人写一件自己能接住的事儿，不要写太大，能做到就行。星兰技术边界确认，
这才是清单该有的样子。不是把所有问题送到我这里，是让每个人知道自己能接住哪里。今天每个人说3件事，已确认、未确认，需要谁配合？未查身的呢？暂时没有。昨天客户那条还没回。我也先说一句不确定，我不确定今天这场早会能不能开好，但我们可以先把真的问题说出来，说错了改，说不出来才麻烦。客户那条我没回，是因为我不知道何主管昨天确认到哪一步。我昨天只确认了一半，另一半今天中午前给你。这才是早会，不是报平安，是把还没平安的地方拿出来。沈总，这张桌子还留着吗？留，但不写任何人的名字。以后这里是共享记录台，不是谁一个人的桌子。现在不是你一个人的桌子了，这样挺好。小云，我还是想再邀请你一次，不是让你回来救火，岗位、团队、边界我都写清楚了。星兰真的在改，你回来不会再是以前那样。我看到了，星兰确实变了，但我不会回来了。不是因为我还生气，是我已经在青州找到新的位置了。我也不想再用回到这里证明我以前有价值。我明白。这是公开版，不是我的私人本子，星兰可以自己用，自己改。那以后我们做错了，还能问你吗？可以问方法，不能问我替你们做。这次不需要我一个人带走。这次你们能不能直接一点？我不想再听一堆前提。我先说担心，时间能压，但全部需求一起压，我这边接不住。我补边界，能先确认核心部分，其他部分要拆开谈，不能一句话全包。客户那边我来解释，但我需要你们把能说的和不能说的写清楚，别让我现场编。您听到了，我们不是不直接，是要把话说准。您先确认最不能耽误的是哪一部分？核心部分不能动，其他可以再谈。你别闲着，白板最后那句你来写。好运不是等来的，是一项项被认真确认出来的。